特朗普就说了，说这个乌克兰部分地区啊，它可以去讲俄语啊，应该允许俄罗斯获得乌克兰的一部分。拜登啊，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乌克兰问题，我有办法，我可以解决这个冲突的问题。乌克兰的命运呢，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变化。没准在未来，美国真的他会来找我们中国联手来解决这个俄乌冲突问题。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最近呢，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啊，这个特朗普又说了这些大嘴巴说的这些话，但是他这些话呢，其实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实际上他讲的这一套就是土地换和平的这一套嘛。而现在呢，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多，主要是从共和党这边发出来的。但是从美国以外，比如说像欧洲，其实欧洲心里盘算的就是这些，只要这个事能安顿下来，别再往下打下去了，你牺牲乌克兰那点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别说啊，要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啊，这特朗普好像比拜登要善良得多呀。拜登是要为了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好歹这个特朗普也只是说，你们就让点土地嘛，还让特朗普这个人倒还是更实在一些。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出几点来。第一个就是美国国内的两党党争在围绕着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个呢，也似乎是美国马上就要到来的大选的一个前站，要通过这个事拉开这么一个序幕，为这个大选在预热，在做准备。这其中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俄乌问题。那第二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俄乌问题啊，就会是一个美国近期党争的一个大议题，就是到底该怎么搞，是继续无条件的去支持这个乌克兰，还是说咱们采用一个什么办法来把这个乌克兰问题把它缓和下来，让乌克兰去消耗了俄罗斯，进入冷战状态，我们美国也不用付出这么多。这两条路怎么走，其实就决定了美国的两个政治阵营的立场，也会成为他们在大选之中一个重要的要操作的这么议题。所以说到底，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出的第三点，就是这个俄乌冲突啊，其实呢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内部政治斗争和它的党争，它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在这一点来讲啊，乌克兰呢还是挺悲哀的。当自己没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主权的时候，你根本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而作为美国，不管是他这个哪个党派，就像我刚才说的，说这个特朗普好像是比这个拜登更善良一些，这个呢只是个开玩笑的话，从骨子里他才不会管你这些呢。我美国要我的利益最大化，你乌克兰的这个国家以及你这个民族，你具体的这些国民，你这些人民，那不关我的事。第四呢，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啊，是不是美国还会持续的在这种大力度支持乌克兰，这样支持下去，不停的打下去呢？从经济上似乎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他总要找一个出路吧。找这出路怎么办？起码他要走一个劝和，起码他要暂停一下，或者是现阶段他停一下这个事情。那么这样呢，他不就要回到我们所提出来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我们提出的这个框架之中吗？所以在某种情况下，你别看美国现在挺乌克兰挺这么多啊，我们提出这个政治主张之后，美国人是坚决他是不同意。但是呢，这里边如果对他有用的时候，没准他倒过头来又会拉上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乌克兰那边也明确表示了，说这个你要想解决俄乌这个问题啊，起码你中美都得进来。你说这个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要想调和的话，你起码要出现一个说话又有影响力，又可以左右这个大的这个方向，又可以把住这个框架的，有足够分量的，同时又不参与到，又没有掺和到其中的这么一个大国在中间，才有可能。中国恰恰是符合这么样的一个地位，符合这么样一个身份，我们的做法也恰恰如此。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确实是美国它可能会利用的一个机会。所以俄乌冲突啊，从爆发到现在再往下走下去，有很多事情会出乎人们的意料。这其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是美国怎么去搞它的霸权，怎么去操作这些地缘矛盾和地缘冲突的。